挖了一颗提根雀梅，这个根还是比较有型，做一盆提根雀梅不错。但今天不往高提根盆景，找了一个石头，看看这个石头的四面，感觉还可以。做一盆雀梅复石怎么样？做复石前先把这个树修剪一下，这些根要剪掉一点，小根剪掉，留2到4条根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根不要扔掉，这一棵就是从这种小根开始培育的。把叶和小侧枝剪掉。做复石难免伤根和伤枝干，要尽量的减少它的消耗。现在把它剪到这个份上，这个树的骨感就出来了。在制作时能更好的掌握枝干与石头的成型角度。树与石的成型要从树石合一的整体上去观察和布局，这是复石成景的关键。按照这个石头的大小，要尽量的降低树的高度，使树与石的比例和谐，是制作复石盆景的第一个重点。根的分叉点最低，这一点要与石接触紧密。根贴紧石头，顺石缝布局。像这种纵向的石缝要充分利用，卡在这条石缝中，把这个点降下来。根的分布线路确定好，压不下来，只能把石头进行打磨。这个过程很难一步做到位，切多了树石结合不紧密。多试几次，逐步调整到理想的状态。像这样，树的高度降下来，根也就位。把根镶嵌到这种天然的石缝中是最理想的。复石的根要尽量选择有石缝的面进行布局，根不能在石头上形成缝切面，这样就会把石头一分为二。像这条根无石缝，就从石头的凹面走。这条根牵到石缝中，根牵进去，这个点就会凸出来，这就像树的过渡一样，过渡点不流畅，看上去就不自然。把这个石头敲一个过渡点，根现在可以就位。这样看上去根的长度就有了。把根一次性卡进去，根的皮层已破裂，不要重复进行。复石盆景根的布局要借助天然石缝或者是人工开凿石缝，形成根的参与路。根在石头上的若隐若现，树石合一的整体感才会变强。这是复石盆景制作中第2个重点。现在可以把根固定好，根上面要垫上布条，防止铝线拉紧的时候伤根。像这种铝线压不到的，就垫上木块。压紧后，根的生长方向就会贴紧石面。凡是压不到的地方都要垫上小木块。固定根要从上往下分层进行，根的每一个突出点都要压到。像这几个点压紧，成型之后，根与石就合二为一了。每一个点的受力可以通过分段调整，拧紧增大它的受力。把根压紧，这是复石盆景制作中的第3个重点。根固定好，再把树势调整好，这是复石盆景制作中的第4个重点。这个飘枝的方向要改变一下，
调整的目的是统一竖丝的方向。瓢子压下去，这个顶有点高，把它掉了下来，要与这个瓢子形成呼应。现在用了这个圆盆，看来用一个长方形的盆比较好。但现在不上盆，像这种复式盆景，把根压好要一段时间。石头在盆中的固定可以采用这种方法，用小木棍掐紧，像这样很牢固了。之后把它修剪一下，养根的这个阶段，这些枝干还会增抽。修剪的重点是防止枝干生长过快，比例失调。整个复式基本做好，玩复式盆景，其中的味道还是很丰富的。我是三军龙茶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